最近网上吵得特别凶，为什么？因为国产无人机接连在海外被打了下来，好多网友看完现场残骸图，直接开启吐槽模式，齐刷刷发问：咱们国产无人机是不是不行了？性能跟不上时代了？要小编说，这事还真的是外行人看热闹，内行人看门道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际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事情大家应该都刷到了，也门北门老乡，也就是咱们口中的胡塞武装，官宣打下来了一架无人机，曝光的残骸照片一清二楚，机身编号完整，实打实是沙特空军列装的翼龙2无人机。消息一出，全网节奏直接起来了，各种质疑声满天飞。而且这还不是个例，最近这段时间，咱们国产出口的无人机在多个海外战场接连翻车，频频拆。先是苏丹内战里，国产 CH-95无人机被土耳其无人机凌空击落，紧接着沙特手里的翼龙2又被胡塞武装精准拿下。短短一时间，东非、中东两大战场接连失利，也难怪普通网友会疑惑：难道咱们外贸无人机的真实性能真的没有宣传的那么能打？小编先跟大家说句实话，看完全网各路吐槽，真的只想说一句，大家完全搞反逻辑了。外行看击落看热闹，内行看部署看门道。这次翼龙2被击落，真的半点不丢人。首先大家先搞懂最核心的一点，沙特方面的反应就特别反常。按常理来说，自家军用装备被敌方击落，怎么着也得发个声明表态一下。但这次翼龙2被击落后，沙特官方全程沉默，一点不慌不生气不辩解，连一句官方回应都懒得发。为啥？因为在沙特眼里，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。很多人不知道，翼龙2从2017年正式服役，主打定位是中低空、长航时察打一体的外贸无人机。对标的就是美军 MQ-9死神无人机，它的核心优势根本不是贴身空战、高强度突防，而是性价比高、续航久，能长时间蹲点巡逻。但它的短板也特别明显，没有隐身设计，飞行速度极慢，最高时速才370公里。说白了就是飞得慢，飞得低，目标特征明显。放到现在的战场环境里，只要对手拿出正经防空导弹，甚至先进旋飞弹，想击落它真的难度不高。这次胡塞武装能精准得手也不是偶然，人家早就升级了防空体系，不再是以前的老旧肩扛导弹，现在用上了更先进的防空系统和红外巡飞弹，专门针对这种慢速长航时无人机。所以这次击落根本不是咱们无人机质量差，而是老旧型号遇上了升级后的防空火力，被克制太正常了。肯定有小伙伴要问，既然容易被击落，沙特为啥还要天天派他去也门执行高危任务？这就是最关键的逻辑，这叫精准取舍，故意消耗。沙特手里不是没有高端战机， F-15这种重型主力战机比比皆是，但为啥不派有人机深入也门腹地，偏偏派翼龙2去？答案特别简单，有人机太贵，飞行员太金贵，损失不起，而翼龙2本质就是战场消耗品。大家可以换位思考一下，万一深入敌后的是一架 F-15，一旦被击落，不仅是几千万美金的装备损失，飞行员被俘，战机残骸泄露，舆论崩盘，随便哪一条都是沙特承受不起的大麻烦。但损失一架翼龙2，除了一架无人机，没有人员伤亡，没有舆论风险，完全可以接受。而且大家别觉得沙特亏了，人家心里门儿清。首先，沙特装备的翼龙2机队累计实战飞行时长早就突破5000小时，创下了全球同类无人机的实战记录，能在中东高温、沙尘、强电磁干扰的恶劣环境下稳定飞够5000小时，这本身就是最硬核的质量认证，足以证明国产无人机的可靠性。更关键的是，翼龙2早就不是沙特的顶配装备了，它只是用来跑高危外勤、消耗对手火力的老款工具人。现在沙特的新宠是全面升级的翼龙3，性能直接翻倍碾压，最大起飞重量6.2吨，9个武器挂点，最多能带16枚精确导弹。航程破万公里，滞空时间长达40小时，覆盖整个中东甚至非洲部分区域，战力根本不在一个层级。最绝的是，沙特在2026年3月和我们签下了50亿美金的超级大单，直接引进了翼龙3完整生产线，落地即达，年产48架。不光能自己造新机，还拿下了全套维护、培训、技术体系，彻底实现无人机自主造血。
这就意味着胡塞打掉一架老款翼龙2，沙特生产线随时能补一架更强的新机，打掉10架都不怕，产能完全跟得上。说白了，老款翼龙2就是用来在前线消耗、探路、兜底的，被击落完全在沙特的战术预期之内，而且这次被击落反而帮我们和沙特提了醒。低慢速、无隐身的老式无人机，现代战场生存空间越来越小，该迭代升级了。沙特早就提前布局，不仅订购了300架隐身喷气式的翼龙10B，还采购了50架彩虹7隐身无人轰炸机，清一色高端隐身机型。看到这里，大家还觉得是国产无人机不行吗？真不是，老式装备适配老旧战场，遇到升级后的对手被克制是正常的战场迭代，反而这次击落事件成了沙特持续加购我们高端无人机的最佳契机，越打越下单，这才是真正的双赢格局。如果说翼龙2被击落是老式装备的正常损耗，那最近苏丹上空发生的这场空战才是真的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。7月13日，土耳其军事媒体正式曝光一段实战视频，瞬间引爆全球军事圈。苏丹政府军一架土耳其造阿金奇重型无人机在空中直接锁定目标，发射专用空空导弹，把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手里的国产 CH-95无人机凌空击落。最离谱的是，打完空中目标还不算，这架土耳其无人机顺势补刀，又把停在地面的第2架 CH-95直接摧毁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可不是普通的对地打击、防空拦截，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有完整记录的无人机空战猎杀实战，第一次无人机靠机载雷达、空空导弹在空中正面击落另一架无人机，彻底打开了全新的空战模式。一时间网上节奏又起来了，不少人直言 CH-95性能拉垮，国产无人机打不过土耳其机型。但小编想说，不懂行才会单纯看输赢，看懂两者的定位，你就知道这根本不是装备不行。小编先给大家通俗捋清两款机型的定位，差距一目了然。咱们的 CH-95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长虹95 ，2021年珠海航展公开亮相，主打超高性价比外贸市场。机身9米，翼展14米，最大起飞重量 1.1 吨，载荷260公斤，定位就是中端长航时察达一体无人机，核心作用是低空巡逻、侦察监视、对地打击，主打一个省油耐飞、性价比拉满，压根没涉及空战能力。而土耳其的阿金奇完全是另一个赛道的重型机型，翼展20米，最大起飞重量6吨，载荷直接干倒 1.35 吨，升限13750米，妥妥的重型高空无人机。大家可以直观理解 ，CH-95 就是家用代步轿车，阿金奇就是重型重载卡车，体量、载重、升限根本不在一个维度。最致命的差距根本不是体型，而是作战打法。这次实战全过程完全是教科书级别的降维打击。阿金奇在10000米高空巡航，占据绝对高度和能量优势，靠着机载有源相控阵雷达，远距离锁定低空慢悠悠飞行的 CH-95，而 CH-95 全程毫无察觉，没有预警，没有规避，没有反击，完全被动挨打。被锁定之后，根本没有翻盘机会。最后，阿金奇居高临下发射隼鹰近程空空导弹，3秒结束战斗，直接凌空猎杀地面那架被摧毁的 CH-95。大概率是被轻型空射反坦克导弹精准点名，精度拉满，无处可躲。那这次苏丹空战能给国产无人机发展带来什么启示？小编觉得是整个行业的全新升级方向。以前大家觉得无人机只要飞得久、挂得稳就行，现在实战证明，未来低空战场无人机空战已经成为全新主流模式。单纯的低速、无自卫、无隐身的长航时无人机，在有防空体系、有高端无人机的对手面前，生存能力会越来越弱，哪怕性价比再高，也需要补齐自卫短板。最后，小编总结一句大实话：大家真的不用因为几次击落就看衰国产无人机。战场上没有永远无敌的装备，任何武器都有适配场景和短板。翼龙2、CH-95 这类平价外贸无人机本身就是消耗品，主打性价比适配中低端市场，而我们的高端隐身无人机、重型空战无人机早就迭代到了世界顶尖水平。几次战场损耗不是国产技术不行，而是帮我们免费测试战场短板、迭代升级的最好机会。别人花钱打仗，我们免费收集实战数据、优化装备，这笔账怎么算都是我们赚了。
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